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。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用大头菜来炒五花肉。这个呢，虽然是一道家常菜，但是要把这个五花肉炒得又香而不腻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用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大头菜炒五花肉啊，就是饭店味儿，真香，真好吃。首先来处理五花肉，五花肉的处理是这道菜的关键。从冰箱里拿出2块五花肉，用刀切成薄片，放到盘里备用。这是在好事多买的加拿大产的猪肉，我换算了一下，相当于24块钱人民币1斤，比国内的猪肉贵了将近3倍多。接下来给切好的肉开始调味，加1勺盐，1勺蒜泥，1勺姜泥，少许十三香，3勺料酒，3勺酱油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使每一块肉片都沾上料汁儿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腌制15分钟。利用腌肉的这个时间，下面我们开始准备配菜。将从菜地摘回来大头菜一切2半，用刀切成方片，放盘里备用。大头菜也叫甘蓝、包菜、莲花白，它所含的植化素可以作为重要的抗氧化剂，能够预防慢性疾病和癌症的发生，增强体内酵素系统的解毒能力，中和毒素对 DNA 产生的伤害，也可以预防肝细胞的转移。接下来准备煲锅用的姜、蒜、葱和小辣椒，把它们改刀都切成末之后，放到盘里备用。经研究发现，大头菜的嫩芽可以改善第2型糖尿病的胰岛素阻抗，可以延缓饭后血糖上升，促进血脂肪的代谢。同时，多吃包菜可以维持骨骼的密度。维生素 K 是协助酵素合成与钙结合蛋白的副因子，与维持骨骼密度有很大的关系。每100克包菜富含大约100到200微克的维生素 K， 摄取100克包菜就可以达到1天的足够摄取量，就可以避免维生素 K 的缺乏。这样，今天我们用到的材料就准备完成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料汁，在盆里放1勺白糖，2勺酱油，1勺陈醋，1勺葱油，1勺土豆淀粉，半碗清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之后，放一旁备用。下面开始烹饪，首先来炒肉，将腌制好的肉直接倒入锅中，锅中不要加油，肉片加到锅中之后，再开始加热，中小火慢慢煎。煎出五花肉里边的油脂，倒到漏勺里控油备用。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分钟的时间。然后另起锅放少许菜籽油，
倒入刚才准备好的大头菜，翻炒2分钟，看到大头菜断生就马上出锅，放到盘里备用。最后另起锅综合烹饪，在锅里加少许菜籽油，加进刚才准备好的煲锅用的葱姜蒜和辣椒，爆香之后加入刚才准备好的料汁儿，然后顺手加入煎好的肉、炒好的大头菜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最后再加进2滴香油，搅拌均匀之后，马上出锅装盘。这样美味继承，我们的大头菜炒五花肉就做好了。来看看我们的大头菜炒五花肉做好了，你看看啊，吃法满满的这个饭店的香味儿，真香。下面我们来尝一下啊，先吃一块肉，这个肉啊，虽然是五花肉，但是呢一点不腻，特别香。到嘴里咀嚼了以后呢，是越嚼越香，就是一开始腌肉的那个滋味，慢慢嚼，有稍微一点甜，一点辣，一点那个腥味和膻味都没有，所以特别好吃。再吃这个大头菜，你看这个大头菜啊，特别脆性，吸足了那个料汁的所有的酸甜辣，到嘴里的感觉就马上把刚才吃肉那个肉感清除掉了，特别清爽，到嘴里以后感觉特别清爽。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真是太好吃了，肉香油嫩，不膻不腥，菜呢清爽，酸甜辣都有了，真好吃。